当我不小心惹日本女友生气了，哪有生气？没有生气啊！你说日本女孩生气了要怎么哄啊？看我的！抱歉，那个阿姨洗铁路。何それ？阿姨洗铁路你不知道吗？就阿姨洗铁路，直接转身离开。抱歉。爱老虎油。啊？那今言うことじゃなくない？啊？今言うことじゃなくない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啊！爱老虎油。又转身离开了。何でも言えばいいと思ったら、もうバカすぎるからね。你听懂你说什么玩意儿来着？何でも言えばいいと思ってるでしょ。真的没听懂他说什么。我今天终于吃到一顿正宗的关东煮了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巨难找，它就隐藏在日本浅草这个小巷子里。首先它进门这个装修就很有日本这风格，进门的时候就是一位穿和服的小姐姐给你开门，这服务态度还是非常不错。看这老师傅就知道这家店不简单。首先他就问我们要上一份还是先要上2份，这以防万一踩雷后，我们还是先上了1份试一试。首先上来的这份呢就有魔芋丝、豆腐已经给你切好了，还有海带，还有一串这个螺丝肉。嚼得好爽啊！没有做这么大的螺丝肉，这里面的关东煮真是吸满了汁水。这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これは何ですか？これ。后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里的师傅跟我说，这叫车麦，是大豆和小麦加工的一种。很好吃啊！我等吃一个1斤麦，我那个是。接下来我们又点了第2碗，也不知道我今天这2000块钱够不够吃。这是一个白菜包肉，就是我们在便利店经常吃到的那种。这鸡蛋真的是入味了，怎么会煮得那么黑？不愧是老汤煮出来的关东煮，哇，这味道真是绝了！这里面还有一串1整只的章鱼，真的是太美妙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点了一个他们家的烤鱼翅，烤的火候刚刚好，就是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。这个一定要配上它这个萝卜泥一起吃。另外还特意追加了一份白萝卜大根，这个可是关东煮的灵魂。另外我们还点了一份他们这里的荞麦面，这个荞麦面是需要蘸着这个酱油吃的。吃完荞麦面的这个酱油呢，还可以对着它这个汤喝。就是面汤兑的那个酱油的味道。最后的这个牛肉才是重头戏，它煮的非常烂，我一口就能一个。另外还配了一块小面包，可以蘸着汤一起吃。它这个汤是关东煮的汤和奶油一块煮的，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。当然了，在最后的价格也是相当的不错啊！我以后还是吃便利店吧。日本拖更博主的一天。Hello， 我是西游，一名在日本的汽车2级整备师，同时也是一名视频创作者。今天给你们拍一期我在日本生活的一天。お支払い方法をお選びください。電子マネーをタッチ、レシートをお受け取りください。每天早上呢，我基本上都是7点钟起床，然后8点钟会开始户外直播，10点钟左右结束完了直播就要前往我去上班的地方。今天刚好要去拍卖场，就给大家看一下日本最大的二手车拍卖市场吧。这里真的是豪车如云，没有你找不到的，只有你想不到的。很多车我都只是感觉在电影里见过。下午的时候就要开始我们的工作了，这是拍卖场内的样子。每次拍卖都会有成千上万台车从这里卖出去，大多一些好的车呢都会在日本成交，也有很多车呢会出口到东南亚和非洲等地。日本的二手车市场已经很完善了，它上面写的全都是简语，基本上一眼就能看懂。这电脑屏幕上呢显示的是正在竞拍的车辆，桌子下呢有2个按钮，可以给你想要的车辆进行出价，也可以点击你喜欢的车辆查看详细的配置和介绍。日本的二手车还是挺便宜的，像这台车不到10万就会拍下了，这台车呢只需要1万3左右，这台车只需要1万块，这台车也是1万，这台车2万4，这一台4万8。今天我们本来是想拍这台阿尔法的，然后我们去现场看了一下，里面的内饰其实保养的还是挺不错的，内饰还可以啊，但是还是发现有很多小毛病，它很多地方是有被撞过的痕迹，而且它这引擎盖两边的缝隙还完全不一样。如果说修起来的话，这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这里面买卖的人都是内行，其实里面的水还是蛮深的。这个什么就是现在这个状况演示到最。水太深了。晚上8点钟准备回家，晚安了家们，拜拜。这应该算是我离中国最近的一次了，坐了40分钟飞机，从冲绳到了宫古岛。这里的海真的是太漂亮了。然后我们在机场附近租了辆汽车，准备开车在这附近玩玩。首先要去的当然就是这个跨海大桥，这是2个岛屿之间的连接桥。这座岛上真的很小，开车1个小时就可以绕着这个岛转一圈。风景嘛，我只能用绝绝子来形容。看到这么清澈的海水，当然我最想做的就是去海上漫步了，但是吧就有点晒人。然后可以去吃吃这边的水果，这个季节来的还真不是时候，只有芒果可以吃。傍晚的时候呢，找到一家岛上的民宿住下。租给我们民宿的是一位岛上的老奶奶，早上的时候她给我们送来了一份自己做的家常菜，还留了一张小纸条，有一份黑豆米饭，还有水果点心和我一堆没吃过的菜。这里的环境真的是太安静了，突然有点不想走了。和老奶奶聊了一会儿天，她告诉我了一些关于岛上的故事。现在的冲绳呢，就是以前的琉球国。她跟我说他们更喜欢我们叫他琉球人或者是冲绳人。我很好奇他们的经济，她跟我说现在当地人主要是以旅游和渔业为生。很早以前呢，琉球国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国家。我来这个岛上看到最多的就是甘蔗，他们这里主要还生产热带水果。现在路上的很多店铺呢都已经关门了，我感觉当地人都没一个是白皮肤的。我的肤色跟他们的肤色有的一拼，差不多。在市中心周围找了一圈都没看到有店铺开门的。
冲绳要凉了呀，这都没人来了吧？这关门了，吃个锤子呢？这疫情期间啥都关门了，冲绳现在没游客来都要倒闭了，人家。这是市中心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段，我们找到了一家还正在开门的餐厅，店铺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整个店就我们2个人。我们点了一份定时，因为很多菜都已经不做了。来这几天也没有吃上什么好吃的东西。在民宿住了2天，我们准备启程回东京。祝神，下次见吧，拜拜。这2天准备请一个日本家政过来家里面打扫卫生。这日本家政的这个价格，差点没把我吓到去世。お片付けサービスですね。1人で2時間分で11,000円と。我去，收拾家里面2个小时要600。キッチンだけですと18,700円なんですね。その中に、これが入ってないんですね。我去，这1000块钱还不包括给你洗油烟机。これは何を想定しますか？まずバスタブの中と、壁面。こちらの台ですね。鏡。这个浴室打扫要1200，吓得我赶紧取消了。打扫这个厕所差不多也是600。こちらですね、便器の中。あと外を拭くと、あと扉表面水拭き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、床も水拭きいたします。最后我选了打扫厨房、厕所和整理家里，花了2000块钱，下期给你们出视频看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花2000块在日本请的家政能干点啥？こんにちは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在日本住的是一个16平米的 loft 小阁楼。最近啊，家里面真的是太乱了，特别是这个厨房，这墙上边边角角都是油渍，特别难清理。今天就洋气一把，请了一次日本的家政服务。我住的房间本来就很小了，他们今天还叫了2个人来给我打扫。2000块不白花。他们分工还挺明确，一个人清理厕所和厨房，另外一个人整理家里。我预约的是2个小时的服务，阿姨清理厕所就清理了1个小时。不得不说，这日本人干活还挺仔细，带的工具还蛮多的。给你们看一下这打扫清单啊，打扫一个厕所是600，然后清理厨房是1000。然后打扫家里面2个小时是650左右。兄弟们，咱们这钱不能白花呀！把昨天剩下没洗的2个盘子给阿姨洗了。只见阿姨拿出工具，直接往上一喷，喷子上的油污瞬间就掉落了。我去，你们看这也太神奇了吧！然后只要用水轻轻一冲，这盘子就干净了。还有厨房的墙壁上油渍比较多的地方，我看阿姨也是直接上了这个洗衣精。我很好奇的问了家政阿姨的这个厨房清洁神器，原来她用的是这个9亿的喷雾洗洁精，用这一瓶就能搞定厨房1站式的清洁，哪里油腻喷哪里。阿姨说这个洗洁精有2种喷头，这个蓝色的盖子往下按是细喷头，平时一些餐具死角凹槽就可以用细喷头，它可以渗透进死角进行清洁。盖子往上是大喷头，像一些大面积重油污的餐具就可以用这种大喷头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它不仅能去油污，还能99%的除菌，清洁能力真的不要太强了。洗完之后整个厨房都干净了。ちょっと先にご清算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？37,750円お間違いないかご確認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这算是我在日本做过最难做的一道菜了。昨天跟我爸视频，被他的粉蒸肉给馋到了，立马去了趟池袋，准备今天来做一顿小时候最爱吃的粉蒸肉。现在日本的中华超市里面就开始卖月饼了，这一个月饼的价格还不便宜，30块钱。顺便再来买瓶老干妈，18块钱。好几年都已经没有回国跟我爸一起喝酒了，看看这边的茅台。日本一瓶茅台的价格大概是3000块钱左右，而且我还发现了这里有江小白，居然还是这种液化包装的，30块钱一瓶。我再来个桃子味的，再买盒3层肉和一个地瓜就可以回家了。做粉蒸肉嘛，首先是这个粉质太难搞了，跟我爸打了个电话，让他教教我怎么做。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弄的？我家里人呢，最近一直想让我回国，我呢已经有5年没有回去了。家里面的人呢，也是经常关注日本的新闻，看到日本每天最近新增2、3千个人，就想让我回去。但是我现在回国又能做什么呢？现在所有的事业和朋友都是在日本，如果我要回去的话，意味着又要重新开始。但是家里面的亲人呢，都一直在国内。最近刷抖音看到好多在日本的国人都已经回国了，我最近的心态呢，也有一点点动摇，到底要继续留在日本呢，还是要回国？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。哇！很多年了，没在一起好久了，我今晚上喝一个啊。好的，好的。你今晚都不要在外面去了啊。照顾好身体啊，保重自己哈。好，等我回来了再跟你们好好喝酒。转身泪是眼底，多想。